1970年代有这样一句话：美国出口的是可口可乐，日本出口的是索尼电器，而苏联出口的则是 AK-47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款步枪可以像 AK-47那样产量上亿支，足迹遍布全球，步枪之王的称号实至名归。在与 M16的首次较量中， AK-47的可靠性吊打 M16， 无论是潮湿的雨林，还是干燥的沙漠，或是寒冷的北极，你可以永远相信 AK-47。越南战争是 AK-47第一次在大规模战争中露面，也是当代两大优秀步枪 AK-47与 M16的第一次直接较量。越南北部是亚热带地区，阴雨多，云层厚，空中力量的使用受到限制，而且地面的道路网很少，到处都是热带雨林和沼泽地，重型装备毫无用武之地，于是单兵对抗就成了主要作战方式。不过，在越战初期，美国使用的是 M14，这种枪支虽然精密，但是长大笨重，在能见度差、直射距离近、自然环境恶劣的越南战场，M14与火力凶猛的 AK-47对拼，处于绝对的劣势。美军只能匆匆换上刚研制不久的 M16。只是 M16在战场上的表现有些不尽如人意，故障率实在太高了。最初的 M16没有配备辅助推击柄，步枪一旦出现故障，士兵很难在战场迅速处理。偏偏早期的 M16使用的是较快燃速的双击药，导致枪内压力过大，很容易造成抽壳不畅、枪机附近不到位等问题。重点是 M16的设计相当复杂，需要经常维护。而在越南战场时，有相当一部分士兵不懂如何进行维护，即便会维护，也经常遇到缺乏维护工具的问题。在越南战场这种潮湿的环境中，以上这些问题被无限放大。在欧洲可以使用8年的 M16，在越南就只能使用1年。AK-47就没有那么多的毛病了，可靠性好到爆炸。据说在越战期间，越南游击队有一种战术，在耕种时把 AK-47扔水田里，当美军的小股巡逻队经过后，就把枪从水里拿出来，从美军的背后打冷枪。即使有些 AK 的木托已经泡烂了，但枪仍然可以正常工作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 AK-47的可靠性为什么那么好？在二战后的50多年里，世界上爆发的大约60多场大规模局部战争中，能见到 AK 系列的冲突就有40多场。就算是当前的俄乌战场，也能看到 AK-47。AK 系列之所以如此长寿，主要还是设计上的优势。卡拉什尼科夫设计 AK-47的初衷，就是让卫国战争中戴着防冻手套的苏联士兵使用，包括没有受到训练的新兵，因此在使用与维护上也要求越简单越好。AK-47的性能也的确达到了卡拉什尼科夫的目标。AK-47的构造相当简洁，属于长行程活塞式导气原理，也就是火药燃气在进入导气管后，推动活塞头、活塞杆和枪机框为一体的结构，向后运动很长一段距离，以完成开锁、抛壳、附近等一系列动作。这种构造的能量富余非常大，可以克服恶劣环境造成的活塞阻力增大，可靠性非常高。这种一体式的活塞结构，即使是对枪操作不熟练的人，也可以将各部件分解、擦拭和结合。机匣内的空间相当宽敞，机件之间的间隙也比较大，有异物进入也能正常动作。如果只是一些沙粒，只需卸下机匣盖，来回摇动就可排沙。就算是有泥土进入，也可以用水冲洗。也正因为机匣内的空间大，即使机匣在外力作用下稍微变形，也不会接触或碰撞内部的枪机等部件。当时华约国家测试 AK-47的时候，曾使用4吨的卡车压 AK-47，造成该枪轻微变形。结果在实际测试中一样可以稳定射击，即使埋在泥土、雪地或沙砾中， AK-47也没有让他们失望。当然，活塞的猛烈运动也会造成全枪震动过大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AK-47的精准度。M16采用的是气锤式自动原理，没有 AK-47那样的独立活塞。火药燃气在推动子弹发射时，部分气体沿导气管直接进入机框中。当气体进入气室后，气体膨胀推动机框，枪机解锁后，机框继续带动枪机后退，完成后座抽壳的动作。机框后退时会压缩枪托缓冲管内的附近簧，最后附近簧再推着机框复位。
简单来说，就是枪机框和枪机发挥了活塞的作用，而且由于膨胀式位于机框与枪机中，M16的后座轴线与枪管轴线是同轴的，避免了因为活塞与枪管不同轴所造成的翻转力矩，可以让射手更容易压枪。从原理上看，AK47与 M16均采用枪机回转式闭锁原理，但导气模式不同。M16的气吹式自动原理好处虽然多，但枪支很容易出现故障，火药燃烧产生的残渣会顺着导气管进入枪机框，造成积碳之类的污垢。这也就意味着 M16对子弹发射药的需求较高，如果发射的子弹不是那么干净，那就需要频繁的清理武器，否则在长时间开火以后 M16就会频繁卡壳。在使用双击药这种爆温高的弹药时，枪管也会出现严重烧蚀。在越南战场时 M16之所以故障率高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枪管内没有镀铬，如果没有用心维护，很容易生锈。巧的是，在越南装备 M16的部队刚好缺少必要的维护装备， M16的设计加上枪管的问题，故障率不高才怪。不过，当 M16A1 入役时，已经做了细节上的处理，枪管内部也做了镀铬处理，加上严苛的品控 ，M16A1 的可靠性还是不错的，还采用了铝合金制造，这样除了防锈，还大幅度降低了枪械的重量，其空枪重量仅为 2.9 公斤，这是其他钢木结构的枪械所望尘莫及的。在解决了可靠性问题后 ，M16与 M16A1 在越战后期的表现十分优秀。反观 AK47，即使什么都不做，可靠性都有一定的保证，升级完全不需要。也正因如此 ，AK 系列的枪支制造数量世界第一。截至2022年 ，AK 系列及其仿造品一共生产了大约 1.5 亿支。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生产量，主要是制造工艺简单，零部件大量采用冲压工艺，生产成本低，利于大量生产，造价低廉，便于大量制造。AK47 流水线很简单，由于没有 M16和 AUG 使用的先进技术，技术工人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专业技术，生产数量高，也就意味着价格低廉。一把 AK47 的官方售价大约在$300到$800，如果买得多，比如100支以上 ，AK47 的官方价格仅仅为$150到$300，还有多买多送的优惠政策。在非洲一些国家的黑市里 ，AK47 的单价低至$6，甚至一只活鸡或者一袋谷物就能换一只 AK47。而 M16的官方价格在$600到$1000，即使是美国军方的采购价格也需要$580，二者的价格差距相当大。一只 M16的价格就能买3只 AK47，质量可靠，生产成本低，没什么先进技术，也就意味着赝品泛滥。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，全球范围内的 AK 系列自动步枪中，90%都是仿制品，真正产地是苏联的仅有10%左右。不过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也有苏联自己的问题。冷战时期的苏联在输出革命的同时，也输出革命武器及制造技术，因此有很多国家生产的 AK47都不需要交专利费。当然，除了可靠、价格低廉这些优点 ，AK47也有缺点，射速越快，精度越低。AK47的缺点就是精度稍微有点低，在单发时还可以接受，但是连发时很容易飘到天上去。大家在玩 FPS 游戏时也能感受得到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 AK47的自动原理。AK47采用长行程活塞式导气原理，子弹还没有出枪膛，燃气就推动枪机向后移动，这就会造成枪身震动。单发时还能接受，只是因为枪机质量大，连续射击次数越多，枪身震动的就越厉害，射击精度也就越来越低。而 M16则是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膨胀气体，从枪管上的导管中将枪机向后吹开，子弹出膛以后，枪机才运动，精度很高。缺点就是火力军上面说的很难维护，可靠性差，这也是 AK47可靠性高而精度差 ，M16可靠性差而精度高的根本原因。此外，导致 AK47射击精度较差的原因还有子弹与枪托。AK47使用 7.62 毫米口径子弹，装弹量大，后坐力比使用 5.56 毫米弹药的 M16大得多。而 AK47的枪托也放大了这个缺点。一般情况下，步枪都会选择直枪托，枪托的上级与枪身在一条直线上，步枪在射击时所产生的后坐力就不会使枪管向上跳，便于射手控制。缺点则是射击的时候，标尺和准星必须抬高，射手的头部暴露比较多，很容易中弹。
而 AK-47 采用的是斜枪托，枪托与枪管有一定的夹角，射击的时候射手的头部暴露很小，在防御时有一定的优势。也正是因为枪托与枪管有夹角，射击时后坐力就会产生向上的力矩，枪口上跳严重，精度进一步降低。以上这些问题 AK-47 在后续的升级中都进行了一定的优化，这点我们后面再聊。总的来说，就 AK-47 与 M16 来看， AK-47 强调以可靠迅猛的火力来压制敌方， M16 则是强调以精准的火力消灭敌方。而 AK-47 也正是凭借可靠性的优势，被称为20世纪世界10大名枪之首。2001年5月，世界著名轻武器杂志《枪的世界》曾公布，截至2001年 ，AK 系列突击步枪的总数在全世界已超过1亿支，排名世界第一。排第2位的就是美国的 M16， 总数为750万支；排第3位的是奥地利的 AUG 步枪，总数为50万支。该杂志还把 AK-47 评为20世纪世界10大名枪之首。就生产数量与性能来看， AK-47 摘得桂冠，实至名归。只是目前有一种说法称 AK-47 是抄袭 STG-44 而设计出来的，就火力均而言，这有点捕风捉影的感觉了。AK-47 的诞生的确与 STG-44 有关，但并不是抄袭。有消息称 AK-47 抄袭 STG-44 的证据就是二者外观相似，而且 STG-44 一出现，马上就有了 AK-47 的最终设计方案。但事实上 AK-47 与 STG-44 的基本结构和原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，所谓的外形相似，也只是轮廓投影相似而已。AK-47 与 STG-44 最相似的地方就是设计概念。不过，同一时期的步枪设计概念都与 STG-44 相似，尽管结构原理不相同，但设计概念和基本的性能指标都很接近，这也没办法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只有 STG-44 这一种技术成熟且有大量实战经验的新型步枪， AK-47 借鉴一下也很正常。就结果来看， AK-47 既糅合了前人的设计精髓，又带有设计者自己的创新设计。如果各位拆开一支 AK-47， 就会发现它很像拼装的美国 M1 加兰德。卡拉什尼科夫设计 AK-47 时参考的不仅有 STG-44， 还有 M1。1944年，卡拉什尼科夫参考 M1 设计了一款发射 M43 步枪弹的半自动卡宾枪，采用枪机回转式闭锁。这种闭锁方式直接取自 M1， 但卡拉什尼科夫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进，适当的加长旋转机头，加快旋转速度，增强了闭锁动作的可靠性。1946年，卡拉什尼科夫在半自动卡宾枪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种全自动步枪，也就是 AK-46。苏联在进行武器招标时， AK-46 也参与了测试。在对比试验中，测试人员在 AK-47 上撒满沙土和灰尘，并使用绳子将 AK-46 拖过沼泽，再将 AK-46 从超过2米高的平台上扔下去。结果 AK-46 依旧一切正常。在极限射击评审中， AK-46 的表现一样很好，连续射击 1.5 万发子弹后，枪管都打红了，但没有丝毫延迟和卡弹，射击精度也没有太大变化。相比之下，竞争对手的样枪早就打不响了。于是 AK-46 成功上位，并于1947年定型，名字也改为了 AK-47。1949年装备苏联部队。这个时期的 AK-47 属于第一型，使用的是冲压件，因为生产工艺的问题，导致零部件废品率较高，所以苏联又对其进行了升级改造。之后量产最多的 AK 系列就是升级版中的 AKM。1951年，苏联开始研制 AK-47 第2型，对枪膛进行了镀铬处理，增强了武器的防腐蚀性，将部分零件改成了洗削。虽然造价更高，但是通过机械洗削出来的机匣比较结实，缺点就是比较重，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的材料。生产一个重量不超过 0.65 公斤的断压机匣，一开始时需要消耗 2.65 公斤的钢材。苏联就算是钢材再多，也扛不住这样的消耗，所以第2型的 AK-47 产量较少，很快就被第3型所取代。AK-47 第3型简化了机匣的机械加工方法，弹夹采用轻金属，新型弹夹在强度加强，步枪的总体重量也更轻，弹道性能则与第1型完全一致。经过这几次修改之后， AK-47 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版本，我们在后世各种游戏见到的也是一种 AK。 不过它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，后坐力太大了。 7.62 毫米步枪弹本身后坐力就比较大，加上斜枪托的影响， AK-47 在开火时枪口上跳极为严重。这几次升级并没有改进这方面的问题，于是 AKM 出现了。
使用冲压加铆接的工艺替代了第三型 AK47 的洗削机匣，冲压工艺也就意味着简洁易生产，使钢制部件变薄，使生产成本大大降低，并且改进后的 AKM 重量只有 3.15 公斤，而且还改进后坐力。AKM 采用了枪口防跳器，也就是斜切枪口，可以将火药燃气向上方导出，抑制枪口上跳，并且在 AKM 上，苏联采用了直枪托，枪托不再给枪口上跳的力矩。之后，苏联还在 AKM 基础上研制了一款小口径的 AK74，后坐力更低，这里就不细说了，我们之后再聊。在 AK 系列中，主要大量生产的型号就是 AKM 与 AK74。苏军所装备的 AK47 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被 AKM 所取代。至于 AK47 至今一直流行的原因，主要是制造数量太多，全球范围内都有巨大的存量。当然 AK47 本身的可靠性也是重点，现在的科技技术和加工水平比70年前更先进，这就导致 AK47 在很多地方都落伍了。但这种粗糙廉价的武器，无论是在河水、沙漠，还是热带丛林或冰天雪地， AK47 的可靠性都是北约的自主武器无法达到的。即便是后来的 AKM 与 AK74 系列，在可靠性上都不能与早期的 AK47 相比，即使在当前的俄乌战场，依旧可以看到 AK47 的身影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AK47 什么时候才会退出历史舞台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